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脱狱》。可能大部分的小伙伴当年玩过红白机的版本，但是并没有玩过，甚至是见过街机版本的《脱狱》，因为这款游戏出品的年代实在是太早了。街机版的《脱狱》发售于1988年，比红白机版还要早1年。两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。首先就是街机版有3个操作按键，分别是拳、脚还有跳跃。红白机版只有2个，想要跳起来的话需要 A、B 一起按。但是街机版拳和脚一起按是用头来撞敌人，这是一个特殊的动作。另外街机版是无法进房间的，也就是说你无法拿到那些红白机版本的加强道具，包括纸虎还有防弹衣，街机版都是没有的。最让玩家难受的就是没有回血的房间，所以说街机版的难度是相当高的。我之前录制红白机版游戏的时候，曾经给大家提到过这款游戏的难度。当你在面对任何一个小兵的时候，你都不要把它当作杂兵来对待，你要把它当作 BOSS 来对待。如果你让对面的小兵抓住2次左右的机会，那这条命基本上就交代了。并且大家看上面的生命数只有2条，后面通过得分可以增加，但是一般的玩家投1个游戏币的话，是很难能够撑到讲命的时候的。游戏的判定和红白机版相差甚远，玩家唯一依赖的常规的攻击手段就是跳脚。这个跳脚的难看程度和红白机版是一脉相承的，但是它的使用分为2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你跳起来马上就出腿，这样的话攻击的判定出现的很早，可以用来护身，因为跳跃的时候玩家一般是不会被击中的。还有一种情况是跳起来之后看准时机再出脚，这种出招方式一般用来远距离的攻击敌人。特别近身的情况下，跳脚是无法击中敌人的，并且很容易被敌方打到。街机版的长度、流程和红白机版也不同，街机版是4关，比红白机版要少，并且几乎没有任何的 BOSS， 只有在最后1关有一个 BOSS。而且那个 BOSS 也非常的脆，不抗打。但是街机版是可以双打的，1P 和2P， 可以一起进行游戏，难度高，还能够2个人一起玩，就说明它可以一起吃掉2个币啊。其实今年红白机的版本也有可以双打的改版。街机版双打的时候，1P 是蓝色的，2P 是红色的，所以真的是自古红蓝出 CP 呀。咱们现在的关卡是第1关，本关的名称叫做逃离战俘营。这款游戏的剧情也非常简单，咱们就操作着主人公从战俘营逃出来，顺道还要破坏敌方的一些设施，包括工业区、通信部等等。主人公有一个代号叫做 Snake， 现在提到这个代号，我第一印象已经不是合金装备了，而是张伟啊。所以人生在世都想图个成果呀，我也想要成果。玩到这里，可能很多的小伙伴发现了，街机版的关卡的设置
和红白机版确实是有区别。我的机枪没有子弹了，但是仍然在手里端着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被对方打倒地，枪才会丢掉。持枪的状态下使用拳就是枪托。这个操作习惯跟红白机版应该是相反的，但是街机版本的枪托还有拳攻击和脚攻击，判定比红白机版弱了好多好多。到达这个装甲车，咱们的第一关就算是过关了。这个装甲车可能很多小伙伴有印象，在红白机的版本里边，它是倒数第2关的 BOSS。咱们需要打倒敌人，抢到手雷，大概8到9发手雷才能把装甲车的 BOSS 干掉。打人的时候多跳跃，这里是进不去的呀。看我的拳头攻击多弱，出拳非常快，攻击持续的时间超级短，而且距离也不长，又快又短，和我的人设不符，把这些敌人带没。其实这款游戏有一个不太常规的玩法，但是它是可以变相的降低游戏难度的，就是当屏幕可以向右持续的移动卷轴的时候，你就不停的向右跳，因为当你跳起来的时候，很多敌人是不动的，这样你可以把它带出屏幕，就不用打了。但是像这种强制卷轴的地方就无法做到。我刚才是打飞了一个拿机枪的敌人，那把枪好像是抢不下来，因为它的耐久不高，无法倒地，倒地就是挂了，直接就把咱们的机枪带走了。大家看我的血量，现在是2格半了，刚才那1格半是被敌人扎中了一刀，而且被扎中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反应的，反应不过来。街机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判定，就是敌方的攻击可以打到自己人，尤其是这些远程的道具，机枪还有飞刀、手雷都可以。大家注意那个油桶，油桶是可以打爆的，而且爆炸的范围非常广，这个爆炸是敌我不分的，所以说如果你想引起油桶爆炸的话，你需要离它远一点。这里的场景可能很多玩过红白机的小伙伴很熟悉，但是敌方的配置不大一样，而且竟然出现了2个摩托车。当我跳起来的时候，敌方不动，大家注意到了吧？我的机枪又没有子弹了。每次捡起机枪的时候是12发子弹，每发子弹大概可以击倒4个敌人，但是那种时机非常难掌握。没有枪了就只能跳踢了。其实当敌方倒地的时候，你也可以通过跳脚踢到对方，但是这个距离我有点掌握不好，所以比较少用，一般都是等他起身。你如果看高手玩这款游戏的话，打法是和我不一样的。但是咱们普通的玩家如果想通关的话，
在打法上就要进行调整，不能那么激进。这里不要去捡枪，因为枪的子弹最大就是12发，如果咱们捡到的话，又会变成12，所以这里先用了几发。红白机版第2关是有一个 BOSS 的，使用手雷还有散弹枪。其实那个 BOSS 的设定还是挺成功的。大家一定印象非常深刻，2个油桶，对面被炸得死去活来的。这个油桶打我应该是秒杀的。大家看里边的那个直升机，是不是很眼熟？红白机版本第1关的 BOSS， 需要4发手雷才能解决。如果你在之前枪用的很省，也可以用枪来打，甚至你在第1关保留了一个匕首，来到第1关的 BOSS， 也可以对他造成1丝伤害。也就是说，在红白机的版本里边，匕首和手雷对直升机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。咱们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匕首，是扎到直升机的什么位置？是不是扎到麻筋上了呀？一发入魂，不行，我不能用这个词语，有歧义对吧？一些小伙伴又该以为我在开车，就传出去了。大叔用匕首打飞机，是个狠人啊，钢铁直男，并且最后还一发入魂了。第2关的场景是敌人的工业区，第3关是在丛林里边打游击，第4关是摧毁敌方的设备，阻止敌方发送信息。大家听一下，还挺押韵。红白机版的第3关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，因为它的流程实在是太长了。还有一段是在湖里边，对面的敌人类型还有一种水鬼，穿着潜水衣，突然从你背后出现。但是街机版没有这个设定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红白机版本的敌人种类也不多，有的时候就是换了个颜色。这也是老套路了，见过了太多呀。这种拿着匕首的敌人让我想起了绿色兵团。我记得街机版本的绿色兵团1代还有2代我都录制过，但是也有3年左右了吧。今天有个小伙伴在微信上找我，说大叔啊，这款游戏你录没录制过？我一看是《三国志2：霸王的大陆》，我说这游戏我太熟悉了，肯定录制过呀。结果我一翻我的视频，系统的录制是在4年半之前，我就感觉我做视频的时间跨度实在是有点长，很多平台也不给你推那么久的视频了，除非是你观看的视频和之前的视频是一个强的关联。所以我感觉我以3年为一个周期，把录制的视频重新的录制一遍，
还是比较有必要的。昨天的视频当中，我也提到了街机版本的托育。街机版的托育之前我录制过一个移植版，是移植到电脑平台的，但是移植版简单的多呀。街机版玩着真的是难。我记得红白机版在这里是打一个相扑，我的天啊，我的血量没有了，危险了呀！刚才怎么就被扎中了一刀啊？我感觉没什么危险。哎，有一个小兵自己跳下去了是吗？又有一个。大家看见了吗？这些敌兵都是演员，都是我请来的。看着我没有血量了，自己就往下跳了。但是演技太差了，被小伙伴们看出来了呀。这个是要扣工资的。本关就是最后一关了。但是这关还是比较良心的，因为枪给的比较多。我发现刚才有一个小兵是被他们自己给枪毙的呀。爬梯子的动作，我感觉比红白机的版本还要丑啊。当然了，这个跳脚就更丑了。正常人谁飞起来踢人这么踢呀？腿分得太开了。我说怎么近身的情况下这招破绽那么大呢？你想一下，你腿分得那么开，非常容易被击中要害，一招就给破了呀，鸡飞蛋打。又来一把枪，这把枪我还有7发子弹呢。所以咱们真的可以浪一下。还有1发，感觉往前走也遇不到敌人了。其实敌方扔的手雷是非常危险的，它的攻击范围很大，并且爆炸的持续时间比红白机的版本也要长。毕竟是不同的机种，很多的判定是不一样的。刚才怎么又掉了一滴血？谁打的我呀？今天小兵的奔跑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这里的摩托车能躲就躲，你打它的话，摩托车倒下之后还会爆炸，爆炸的范围还有威力和一个手雷是一样的。这个场景我有印象，可以看出来街机版的很多的素材后面都用到了红白机的版本，但是红白机也有自己原创的关卡，还有 BOSS。这种小兵我觉得就不要开枪了吧，都是一脚就踢飞了。这里的场景是敌方的通信总部，BOSS 的形象和红白机版是一样的。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用跳跃带没了很多的敌人，尤其是从屏幕的左侧刷出来的。BOSS 战，一枪就没了。小兵清理一下。这样的话，主人公 Snake
所有的战术的目标都完成了，剩下的就是脱出了。这里有一个洞，爬出来之后的场景有一点像红白机版的最后一关，但是没有中间的装甲车的 BOSS 部分，而且这里也是没有 BOSS 的。有一把枪，这把枪可以抢下来。打了一路，跳了一路啊！这哪里是脱狱啊？这就是兔子模拟器呀！我记得这把枪的子弹是非常充裕的，咱们可以随便的用。我还指望刚才2个拿机枪的小兵打到他们自己人呢，结果希望落空。没有计划通啊！来了一个直升机，这个直升机是自己人啊！是来接咱们脱狱的。这样的话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脱狱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